各位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燕青。天津舞台上，习近平豪掷千亿，打造所谓的后美国秩序；彭丽媛则在海河游船上上演夫人外交，温情款款。但就在这场繁华背后，北京核心地带突然天象异变，狂风暴雨，冰雹齐下，把93阅兵的气氛压到极点。那与此同时，北方铁路线封锁，酒店禁止外人入住，金正恩的专列疑似悄悄入京，而天安门城楼上，普京也将与习近平并肩现身。表面看来，这是一场万邦来朝，习近平权倾天下的高光时刻。但是，他真的是掌控全局的人吗？还是被推出来的代表？真正的操盘手另有其人。今天我们就带您揭开这场大撒币、夫人外交与邪恶轴心的幻象，看看大秀背后的权力真相。那我们先来看看上合天津峰会9月1号的成果。这充分展示了中共野心的 A、B 面。A 面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支票外交，硬核的金钱攻势。他在讲话中高调宣布，目前中国对上合其他成员国的投资存量已经超过了840亿美元，年度双边贸易额更是突破了5000亿美元。这还不够，他现场开出了一连串的支票。要在成员国实施100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今年内提供2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未来3年再新增100亿人民币的贷款，还要把奖学金名额翻1倍，建10所鲁班工坊，提供1万个培训名额。那这就是典型的大撒币，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利用经济利益将这些国家更紧密地捆绑在北京的战车上。打造一个依赖于人民币的经济圈，最终挑战美元主导的全球体系。这个野心的核心就是他再次呼吁，并且这次在天津宣言中得到确认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这个想法其实早在15年前胡锦涛时期就提过，但一直没搞成。为什么现在要强力推进？因为这个银行的结算货币将是人民币，是一个摆明要去美元化的金融工具。那当然，这也引发了内部的矛盾，比如印度就对此非常谨慎，因为完全去美元化会严重影响它现有的能源项目合作。除了撒钱，习近平还在构建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他提出5大坚持，痛批霸凌行径、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这些话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句句都在影射美国，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反抗西方霸权的领袖，拉拢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有分析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习近平希望借这次峰会展示一个后美国时代的秩序雏形。说白了，这次峰会就是为了让美国不安。B 面呢，则是彭丽媛的夫人外交，温柔的魅力攻势。就在习近平大谈金钱与战略的同时，9月1号下午，彭丽媛邀请了与会的外方领导人夫人，包括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的第一夫人或代表，共同游览天津海河。他们一起乘船听取天津的历史介绍。彭丽媛还展示了天津的历史底蕴和现代魅力。这场夫人外交表面看似温情满满，但实际上更像是一场排演好的外交舞台剧。船上安排了儿童合唱《我在天津等你》，民乐3弦伴奏，两岸灯光秀闪烁，甚至连合影角度和讲解词都显得过于用力。有人讽刺说，这不是文化自信，而是公开化妆术。习近平在舞台上撒钱，彭丽媛在船上唱戏，软硬结合，营造夫妻档的双簧外交。这种形象工程，外表优雅友好，内里却掩不住政权深层的不安。而为了迎接这场大秀的高潮，93阅兵，
这种精心设计更是体现到了每一个细节，甚至到了令人啧舌的程度。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座椅被分成了金、红、绿三色。官方的解释是，金色代表人民生活的富饶土地，红色是城墙红，象征人民用血肉铸就的长城，绿色是橄榄绿，代表守护和平。甚至连观礼台席间的通道都被设计成了曲线，寓意是汉字人的一撇一捺，整体构成三个人字，形成三人为重的概念，指向南端的钢铁长城，象征在共产党领导下众志成城。各位，你们看到了吗？从一把椅子到一条走道，每一个细节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宣传意味。这种对细节的极致控制，恰恰反映了这个政权对思想控制的极度渴望和对自身合法性的极度不自信。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中共以为万事俱备，只等着上演完美大戏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这一切蒙上了巨大的阴影。8月31号晚间，北京突然变天，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预警的情况下，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很多地方甚至下起了冰雹。有市民称，这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大的一次暴雨。官方气象台在当晚8点20分才匆忙发布大风预警，但此时风雨已经来临。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户外的人们狼狈不堪，很多外卖员和行人都被困在路上。海淀区的最大降水量达到了40.2毫米。这场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立刻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网友纷纷猜测，这是冲大阅兵来的吗？9月3号是不是也会来这么一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讲究天人感应。重大的天灾异象往往被视为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或不满。一场如此盛大的阅兵前夕，在其核心地带北京发生了这样一场未被预警的狂风暴雨加冰雹，这在象征意义上都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那如果说这场风暴是无法控制的来自上天的警告，那么中共在地面上的行动则清晰地展示了他对自己人民无法控制的恐惧。为了确保这场秀的完美，北京城内外无数维权人士被旅游、被失踪。像资深媒体人高瑜、著名维权律师卜志强等人早就被国保打了招呼，必须离开北京去外地，直到活动结束。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只能留下一些隐晦的帖子，暗示自己已经身不由己。普通的访民被围追堵截，软禁在农家乐或者软禁在家，住所楼下24小时有人站岗，连出门买菜都被跟踪。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在几天前，8月28号，有爆料称，北京中南海的国务院办公室里，一名官员突然连续高喊习近平下台，声音震彻大楼。紧接着8月29号晚，重庆大学城的西街，有人用投影仪在高楼外墙打出巨幅标语：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这些事件就像2022年的四通桥勇士一样，撕开了高压统治下的一道口子。中共最怕的就是这种来自内部的反抗声音，所以他必须用尽一切力气，把所有可能的不稳定因素都死死按住，来营造一个虚假的稳定和谐。那与此同时，在中共长期的仇恨教育和民族主义煽动下，这场名义上是纪念抗战胜利的阅兵，正在变成一场失控的仇日狂欢。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近日罕见地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安全警告，简直就是一份在中国求生指南。公告要求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外出时要格外注意，尽可能做好安全准备，尽量避免在户外大声说日语，避免穿能被一眼认出是日本人的服装，带小孩出门要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馆要用这种近乎在战区生活的方式来提醒自己的侨民，
这是何等的讽刺！一边是无法预测的天灾，一边是严防死守的人祸。这份深入骨髓的恐惧和草木皆兵的状态，与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精心布置的金色座椅、和平鸽雕塑，形成了多么讽刺的对比！北京费尽心机想把这次活动办成一场万邦来朝的盛会，但从嘉宾名单来看，这个朋友圈的成色恐怕要让他失望了。首先呢，西方主要国家的领袖几乎无一出席，来的少数几个例外，比如斯洛伐克的总理和塞尔维亚的总统，要么呢是本身就反对欧盟对俄制裁，要么是想在各大国之间搞平衡，各有各的算盘。更尴尬的是，就连上合组织这个自己人的圈子里，也不是所有人都给面子。印度总理莫迪和土耳其总统都选择只出席天津峰会，但拒绝参加北京的阅兵式。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他们虽然想利用这个平台，但又刻意与中俄的反美集团保持距离，不愿被深度捆绑。就连被北京视为最铁杆盟友的普京，似乎也没有完全配合。在中共官媒新华社的专访中，普京在回答中国抗战问题时，闭口不提中共自称的中流砥柱角色，反而提到了当时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历史，这无疑是戳了中共历史叙事的肺管子。当然，北京还是找来了一些捧场的，比如台湾的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等人。对此，国民党现任主席朱立伦只能尴尬地重申，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这段历史不容扭曲。而这场大秀的压轴大戏，无疑是金正恩的到来。最新的种种迹象表明，金正恩的专列疑似已经在9月1号启程前往北京。辽宁丹东到北京的火车票在9月1号和2号突然暂停发售。丹东边境上一家可以俯瞰中朝大桥的酒店也停止接受外国人订房。同时，有网友拍到朝鲜的火车篷车通过鸭绿江大桥，这一切都符合金正恩出行的安保惯例。为什么要坐这么慢的火车？据前朝鲜官员透露，金氏家族极度怕死，担心飞机被击落，而且金正恩的专机老旧，万一出事就完了。他的专列不仅防弹，据说还搭载了地对空导弹。这列平均时速只有约50到60公里的缓慢、神秘而又重兵把守的火车，就像一个隐喻，完美地诠释了这个政权的偏执和孤立。而当金正恩最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坐在习近平的左手边，他的另一边是因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普京。这个画面将是这场大秀的定格。他向世界展示的根本不是什么全球南方的团结，而正如一些专家所批评的，是一个由被制裁、被通缉、被孤立的国家组成的中俄、伊朗、朝鲜的邪恶轴心。那说到这里，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北京这场大秀到底展现了什么？它展现了用金钱铺路的野心和用温情包装的魅力，试图构建一个由它主导的排斥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平行世界。但它更展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它害怕人民的声音，害怕历史的真相，害怕任何不可控的因素。一个政权需要让异议者被旅游，让外国侨民被晋升，来维持表面的盛大，这本身就是最虚弱的表现。这是一场耗费巨资的精心表演，但观众并不全是傻瓜。正如中国问题专家王鹤所说，中共掏钱赚吆喝，但吆喝并不响亮。这场耗费巨资的表演或许能营造一时的繁荣假象，但无法解决经济困境，无法消除内部矛盾，更无法改变其在国际主流社会中日益孤立的处境。表面上，习近平在天津大撒千亿，在天安门与普京、金正恩并肩而立，似乎权倾天下，
众星拱月。但多位分析家提醒，这或许只是幻想。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白邦瑞指出，习近平如今的亮相更像是被迫出场，他需要向党内军方证明自己仍能撑场，但真正的决策未必由他掌握。学者吴国光则强调，习近平在清洗政敌之后虽然强势，却陷入孤立，重大决策需要常委会背书，军权更牢牢地在张又侠系统手里。时评人唐靖远更直白，习近平看似在演独角戏，实际只是被派上台的代言人。这场大秀不仅是对外宣示，更是内部妥协的产物。那这也让北京深夜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格外讽刺。表面的大撒币、夫人外交、万邦来朝，背后却是权力分裂、内部恐惧和天意难违。各位观众，这场93阅兵究竟是习近平的高光时刻，还是他被摆上舞台的幻想？真正的操盘手又究竟是谁？这场大戏还在继续，接下来的北京阅兵会释放什么信号？世界又将如何回应？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好的，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